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战神 Z7 R-A9 的一个开箱。这款笔记本也是刚刚发布不久，它是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 R-A5， 另一个是 R-A9， 就是我这个版本，采用的都是酷睿13代的处理器，分别是 i5 的 1350H 和 i9 的 1390H。它这个包装依然是采用的经典牛皮纸这样的一个包装。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箱，跟以前的神州笔记本是一样的，都是有2层包装。正面依然印着战神的 logo， 这里是有个防拆的封装标识，我刚刚抠了一下不好抠，我就直接用小刀给它划开了。它的左侧的话放的就是这个移动电源，移动电源最大支持的是150瓦的输出，供这个移动端的 i9 和这个满血版 3.50 的话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说明书、三包卡之类的东西我们就不看了，放到一边。打开最外边的这层这个包装的话，就可以看到这个笔记本的本体了哈。它这个外观依然是神州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哈。黑色的磨砂手感，做了磨砂处理后是不沾指纹的，然后还有2个灯条，然后正面的话就是这个战神的 logo。看完了这个笔记本的 A 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面。它采用的是一个双风扇5铜管的散热，压制这个 1390H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它的机身的最左侧的接口来看一下，有2个 USB A 口，一个 3.2 的，一个应该是 2.1 的，一个麦克风插孔，一个耳机孔，还有一个防盗锁孔。背面的话是一个电源孔，一个 Type C 接口，一个 Mini DP 的接口，还有一个 HDMI 的接口。来到它的机身右侧，一个 USB 3.2 的接口，还有一个 RJ45 的网口。它的外围配置的话，大概就只有这些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给笔记本开机了，它的键盘是有背光的哈。对于打游戏或者办公的话，这个全尺寸的方向键以及数字小键盘都是非常方便的。它这个键盘的按压手感不错，回弹力度也还可以，键程适中。接下来我们就把笔记本进入系统，然后简单的跑个分儿，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基础配置有哪些。好的，我们刚刚也是进了系统，然后下了一个鲁道式，简单的测试了一下性能，它跑出了一个136万的成绩，主要就是在 CPU 方面的提升，分数的话也算是一个正常的分数。看完了跑分的话，再看一下它的其他的基本配置。它这个处理器刚刚也说了，就是13代的 i9 1390H， 然后内存的话就是三星 DDR4 的一个3200兆的频率，8GB×2 16GB 的一个内存，显卡就是一个满血版的3.50的显卡，屏幕的话就是一个15.5英寸的这样一个窄边框屏幕，硬盘是一个三星500G 的硬盘，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基础配置就这些。这次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的这个控制页面和以前相比是有很大的区别的，这里是完全变的一个样子，这里可以是调灯光的，可以任意的切换颜色，背光键盘，还有它的这个控制页面还有键盘红以及鼠标红这种东西，后面的话我会去研究一下，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测评体验。它的这个控制页面是可以调风扇的转速，调它的模式、性能模式等等。大家觉得这个控制页面看着怎么样呢？后续的话我们也是会做一个详细的评测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那么大家对于这款神州战神 Z7 R-A9 能打几分呢？